门就要擦防晒吗？室内也要擦防晒。那阴天、雨天呢？对着电脑和手机的蓝光是不是也要擦防晒啊？哦，还有浴霸是不是有紫外线要防晒呀？如果你有这些烦恼，恭喜你，你得了防晒焦虑症。大家好，我是猫，欢迎来到我的护肤频道。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网络上面会出现很多那种大肆跟我们灌输防晒重要性，以及不防晒或是防晒的不够透彻的危害性，甚至让你觉得你不沾一点点防晒霜，你一定会是丑死的、老鼠黑死的。其实聪明人呢，他一眼就会识破，这不过就是商家给你制造的防晒焦虑。这真正的目的你懂的呀。没错，防晒的确是很重要，但是防晒不等于只是擦防晒霜。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熊猫就跟大家讲讲如何既能够减轻皮肤负担，又能够减防紫外线的伤害。你们这些得了防晒焦虑的宝宝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首先先要纠正你们一个误区，你们一定要知道防晒霜它不是倍数越高越好。当然从效果而言，目前肯定是 SPF 50 PA4+的防晒效果是最好的，但是相反，高倍数的防晒霜的化学成分含量也越高，涂在脸上对皮肤会有不同程度的伤害，比如说闭口、粉刺，还有人会长痘痘，甚至呢有些人皮肤会过敏，还有的成分会经皮进入到血液，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所以虽然大部分的人都会推荐你涂防晒霜，那不过就是两全伤害取其轻。紫外线的伤害是大于防晒霜的伤害的，但是呢，我们日常其实完完全全可以用一些低倍数的防晒霜。那在防晒的选择来讲呢，当然 PA 值越高越好，而在同样的 PA 值的情况下 ，SPF 15和 SPF 50的防晒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那这里呢，有一个来自日本化妆品工业联会给出的使用场景和推荐使用的 SPF 倍数 PA 值的参照表，大家记得截图保存哦。那说一下，如果你在室内的话，虽然它是会有反射光和乱射光，但是你只要不在阳光直射的地方，真的不用太在意，这真的不至于把你晒老晒黑好吗？那一般皮肤呢，其实上班族一直在办公室的话，建议只要使用 SPF 20到 SPF 35的其实就够了。像这个实则的防晒，还有像我自己用的真的是很轻薄一款，是妈妈小孩都可以用的，妈妈 Kids 家的。那如果正好要从办公室到室外去下的话呢，就可以拿这种干的粉饼类的防晒霜可以补一下。像这款 N&B 的 SPF 27的，我觉得正好合适。那如果你是日光敏感或者是在敏感期的状态下，建议你用的是物理防晒，比如说像这款 N&B 的纯物理防晒就很适合你。那如果你是出去逛个街，经常是要在太阳底下的话呢，还是推荐你 SPF 30到50的，但是呢，可以选择比较清爽、比较日常的。这个是理肤泉的，擦脸会比较合适一点。然后就是妮维雅的，比较适合擦身体，也非常的清爽。那如果你是去山上野外 camp 或者是去海滩游玩的话呢，那一定是建议你用 SPF 50 PA4+，并且带防水或者是防摩擦功能的防晒霜，比如说像安澜善精品就很适合。当然，不管这个涂还是说我刚才的建议，都是理论上的。实际防晒效果和你的肤色和你涂抹的量有很大的关系。它同样亮 SPF 24的防晒，白皮肤呢就会比普通皮肤的防晒效果要弱。SPF 24普通皮肤有效时间是10个小时，而白皮肤呢就只有8个小时。所以白皮肤在选择防晒倍数上面可以稍稍的往上拉一点。而防晒的用量问题呢，一般来讲是建议整张脸大概是1元硬币。当然实际还是要看防晒霜官方厂家的一个说明。在量方面，大家一定要找到适当的量，擦少了没有效果，但是擦多了呢，对皮肤的负担真的是很大。还有就是尽量避免全化学防晒，可以选择全物理或者是半化学半物理的会比较合适一些。那当然在防晒上面呢， WHO 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的 ABC 防晒法制，大家可以遵守一下。 A 呢就是避免被晒到，虽然我觉得这很多人当然是避免被晒到啦。B 呢就是遮挡，也就是硬防晒。D 呢就是 cover， 也就是涂防晒霜。那我们撇开 A 哦， B 硬防晒才是真道理。比起擦防晒霜，熊猫真心建议大家去做硬防晒措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整理了硬防晒的选择和如何去选择这些单品，一定要好好记笔记哦。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防晒伞，防晒伞呢记得一定要够大，如果有这种拱门感的，防晒效果会更好。并且呢，里面一定要有那种银色镀层或者是黑色的里层。那第二个呢，就是防晒帽，和防晒伞一样，它里面呢一定要是黑色的，并且呢它的边缘一定要够大，而且一定要选择这种暗色系的为好。像我这款呢，它后面还带了一个小兜兜，不但可以防晒到我的脸，还可以防晒到我的后脖。如果阳光实在太大，你可能还能这样吧。大可不必。像这种草编型的防晒帽子，真是给你摆个 pose 用还可以，防晒效果真的是很差，大家不要去选择。那第三呢，就是带 UV 功能的太阳眼镜，不一定是墨镜哦，是带 UV 功能就可以。很多人其实发现自己严格遵守了防晒，但是他还是晒黑了。那是因为你没有想过，其实紫外线它是会通过眼睛去加重我们光老化的问题。真正严格执行防晒的话呢，就一定要出门戴那种 UV 400以上的太阳眼镜。虽然美瞳也会写着自己带 UV 防晒，但其实效果几乎是没有的。大家看
看就好，看看就好。像那种防晒衣啊或袖套，如果你在室外比较久的话呢，选择这种 UPF50的；日常的话呢，选择 UPF40就可以了。突然意识到，我天，头发是不是从帽子开始就一直没搞好？好哦，对，顺便我要跟你们吐槽一下，网上那些穿着黑袍出门的，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想白的心可以有，但是也要用对方法，真的不要再去着了商家的道。其实说到底，不是白皮肤让你变美，是心态让你变美。欧美人反而是崇尚黑是健康，还特地去美黑，对不对？所以大家自信一点，真的不要太焦虑了。黑